欢迎来到威恩的硬核视频，这是拆车讲解的第2集。今天我要细聊的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电机。关于电机呢，我做过2部视频，详细介绍了特斯拉的电机的演变、结构特点、设计思路，以及最新的10层扁线和 Plaid 版碳纤维套筒电机，全网有几百万的播放量，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找出来先看一下。不知道这一集能不能破1000万，期待一下。因为今天又是一集满满的干货，并且还有全网首发的第一手资料。具体是什么，先卖个关子，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相信会再一次 blow your mind， 颠覆你的认知。而且今天这一集对于想抄作业的同学，对行业内的同学来说，也是醍醐灌顶的一集。那废话就这么多，新来的朋友先点一下订阅，频道的老铁请把干货满满打在公屏上。我们开始。猜这是什么？这是 Plaid 版的 Model S 的电机转子的硅钢碟片，是不是非常的特别？那为什么是这个星星的形状呢？看过我之前节目的同学都知道啊， Plaid 版的电机的亮点就是特斯拉为转子加了一个碳纤维套筒，这也是交付仪式上老马大吹特吹的一个点。但实际上不只是这么简单，是整个转子都经过了全新的设计，由原来传统的单片硅钢碟片变为由中间心形和边缘这样的2种冲片组成。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增加磁通量。我们知道特斯拉电机的转子内部的永磁体是单 V 结构嵌在碟片内的，永磁体的固定完全依靠碟片的结构强度。当转子高速旋转的时候，转速越大，离心率越大，就需要更高强度的固定，不然转子边缘的这个部位很容易受压破裂，导致损毁。这个部位叫做隔磁桥。隔磁桥的设计也是一个矛盾体，如果为了固定永磁体加厚隔磁桥，就会产生局部的闭合磁场，这部分磁场限制在转子内部，没有跟定子磁场产生相互的作用，这部分磁场就浪费了，效率被限制，而且会产生铁耗，增加发热，高热又加剧了定子的膨胀和解体的风险。所以高转速电机的隔磁桥的设计一直是一个难点。顶级电机的效率往往都是从各个部位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既要保证结构牢固，又要尽可能的薄。这是 Model 3、Model Y 的转子碟片，我们看到这个隔磁桥已经很薄了。Plaid 版的电机干脆取消了这个隔磁桥，非常巧妙的用碟片做了一个挡板的结构，两头用定位销固定在平衡板上，中间穿柳钉。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之前稳定的结构了，再加上在定子的外部缠绕碳纤维材料，这种用特斯拉自己发明的设备高强度缠绕的碳纤维套筒，使得整体的结构坚固又不会因为超高转速而膨胀。外部的隔磁桥没了，减少了漏磁，间接提高了磁通量，降低了铁损，降低了热量，而且可以把转子和定子间的间距做得更小，极大的提升了效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是磁极观察片，很直观的看到定子表面的磁场情况，一眼就能看出取消隔磁桥的效果明显。大家看空槽位置的磁场，相信你也跟我一样，虽然之前我已经分析过 Plaid 版电机的专利，但第一次见到拆解的实物还是非常兴奋的。那你以为这就完事了？还远远没有。特斯拉不会告诉你 Plaid 版的电机使用了更强的永磁体。Sandy Moreau 的团队简单的测了一下磁场的吸力，先把永磁体放在叉车上，用一根铁丝一端连着一个铁块去吸磁铁，一端用仪器测量吸力，每个磁体会测10次取平均值。他们还测了 BMW i3、福特电马 Mustang、Model Y 的磁体，结果是这样的：蓝色是宝马 i3，
灰色是福特电码。我们可以看到 Plaid 版电机的磁体吸力遥遥领先，比 Model Y 的都要强很多。除了以上的创新，特斯拉还对油冷的喷油位置、油道布局、内部传感器等一系列进行了优化，这才造就了0-100加速 2.1 秒，0到400加速 9.23 秒，系统输出1020匹马力的马力约760千瓦，并且可以在宽广的区间维持高输出的后劲十足的地表最强电机。Plaid 版电机的拆解就讲完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什么还不过瘾？那为了确保大家爽翻天呢，接下来我为大家独家揭秘 Lucid Air 的这台 Nobility 的电机。所以没错，这是一期地表最强量产电机技术的对决，也是全网首发 Lucid Air 的拆解分析。大家坐稳，精彩的正片才刚开始，点赞吧。相信频道的老铁跟我一样，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那台将电机本体、齿轮箱、差速器、逆变器、控制单元塞到一个总成里，重量只有73公斤，却能迸发出500千瓦高功率的业界能量密度最高，也是效率最高。要知道特斯拉 Model S 平均每英里的能耗是250瓦时，而 Lucid Air 能做到惊人的218瓦时。当然这里边不全是电机的功劳，是整车系统的成绩，但电机功不可没。可以说在老马憋出大招整出 Plaid 版电机之前，它就是地表量产中最快也是最高效的电机，曾经把特斯拉按在地板上摩擦。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 Lucid 转子铁芯冲片的专利图片，是不是很眼熟呢？右边是 Model 3的，左边是 Lucid， 乍一看一毛一样。同样的 IPM SIM-RM， 同样都是6级单 V 方案，同样嵌入12块永磁体，连固定铁片的凸起结构的位置都一样。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但看似相同，仔细看却又完全不同。我们前面说了，特斯拉取消了隔磁桥并缠绕碳纤维，改用更强的磁钢等等一系列的骚操作，才把转速做到了跟 Lucid 一样的2万转。那 Lucid 有什么独门绝技吗？别说，它的大招还挺多，我们一样样来讲。首先就是 Hybrid Rotor Assembly 混合磁铁技术，就是把一切空间利用到极致。我们看到这是常规电机的做法，永磁体固定后的转子要有更强的性能，就要有更强的磁场。Lucid 的想法是用磁铁填满所有的空隙，但这并不容易啊。但凡是对磁铁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铝铁硼这类烧结永磁体是很难加工成异形的，而且就算不计成本的做成转子冲片开孔的形状，也很难做到完全贴合。Lucid 脑洞大开的将永磁体粉末与粘合剂混合，直接注入填满整个空间，既解决了磁块固定的问题，又增加了磁通。虽然粘结工艺现成就有，但 Lucid 的粘结剂是自己研发的，比行业内粘结铝铁硼的密度要高一些。普通工艺只能达到烧结工艺的 80%， 但 Lucid 的工艺要强一丢丢。有人会说有那必要吗？犄角旮旯抠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太费劲了吧？但蚊子腿也是肉啊， Lucid 的性能和效率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这就是 Lucid 转子的拆解图片，有别于刚才的专利实际采用的是双 V 排列，这又进一步增强了磁场。这就是混合磁钢本体。我们仔细看，烧结磁铁采用的是分段设计。之前在讲解特斯拉的电机的时候，我介绍过这个结构叫做海尔贝克阵列，可以进一步增强正面磁场，降低涡流损耗。这是侧面图，可以直观地观察粘结磁体填充的空间，还是挺可观的。这还没完，这次转子最大的亮点实际上是这根电机轴，无论是设计技术、工艺水平还是成本上来说，都是绝无仅有。我们来看这个表面的纹路需要非常的精确，为了与铁芯配合，实现更强的
传扭能力，因为 Lucy 电机整体都是超高级程度的方案，这里边有无数的取舍配合，要考虑大过瘾配合低速下对铁芯冲片的影响，以及大功率下的发热膨胀和变形的问题，这里边有多复杂，可想而知。所以这根轴也是不计成本的采用了大量的顶级生产工艺啊，无论是剑槽还是内部的其他位置，对精度和刀具寿命都带来无法想象的挑战。最不可思议的是 Lucy 竟然大胆地把差速器嵌入到了这根转子轴中间。我们来看，这是特斯拉减速箱的齿轮，它的差速器是这个样子的。要知道特斯拉已经是非常小型化的设计了，而 Lucy 的差速机构居然做到了这根轴内。结构是这样的，这个锥齿轮结构跟传统的差速器天差地别。要知道转子轴高速旋转有2万转，差速器自身的旋转速度也要达到2万转。不用多说啊，对于设计制造以及耐磨润滑、温度控制的要求更高，那这边就不展开讲。那要做到极致的小型化，另一个重点就是采用行星齿轮。行星齿轮顾名思义啊，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外部齿轮围绕一个中心齿轮旋转，就像行星绕着太阳公转一样。行星齿轮的优点在于承载能力大、体积小、纯扭矩传动，工作平稳，而且可以多个行星齿轮相互搭配作用。由于行星齿轮是纯扭传动，有着出色的传动效率，每一级齿轮传动之间的效率损失只有 3% 左右，与其他齿轮类型相比几乎没有反冲。那行星齿轮的缺点呢？它们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复杂性往往使它们比其他的减速器更昂贵，精密制造对于这些齿轮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行星齿轮比其他行星齿轮更靠近太阳齿轮，则行星齿轮中的不平衡可能会发生，导致过早的磨损和失效。此外，行星齿轮往往应用在紧凑尺寸的电机内部，这使得散热更加的困难。那我们知道 Lucy 的电机转速高达2万转，如此高的速度运行呢，长时间的稳定性也对散热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另外，再来一个细节，行星减速齿轮可以用正齿轮或斜齿轮的构造，左边是正齿轮，右边是斜齿轮，而 Lucy 采用的是斜齿轮。正齿轮和斜齿轮有什么区别呢？正齿轮具有零斜齿角，因此不产生轴向力，在直齿行星减速机中的轴承仅用于支撑齿轮轴。相反，斜齿轮具有10到40度的螺旋角，这导致它们产生显著的轴向力。那谁来承受这个力呢？轴承。更大的斜齿角导致更大的轴向力，但好处是提供更高的扭矩容量、更少的噪音和平稳的操作。这在普通的电机不算什么，但在 Lucy 的电机的转速和功率下，采用斜齿轮的设计对齿轮的精度、耐久度，还是轴承的抗压能力和耐久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刚才说了，行星齿轮只要有一点点的差异，更靠近太阳轮的话，就会发生不平衡，造成整个结构的磨损和失效。极致的性能对应的是几乎不可能的极致设计。OK， 那极致的性能有了，加上极致小巧的体积和重量也有了，对应的就是热量的堆积，所以必须安排上极致的散热。Lucy 的散热又有哪些绝活呢？ Lucy 采用的是油冷的方案。我们知道发热控制挑战的核心是电机内部导电的铜线的温度，这些铜线将电子从电池输送到电机中，使转子旋转，从而产生车辆移动的动力。但是当电子流过铜线时，它们会产生热量，这种热量的堆积会使电机的效率降低，会产生阻力，会使得永磁体消磁，会让各个部件膨胀，效率降低甚至损毁。解决的思路就是让冷却液尽可能的流动，尽可能的靠近铜线。但笨重的铁定子、高速旋转的转子以及带电的组件都会限制温控的设计。我们先来看特斯拉定子端部的图片，可以看到油冷管路的设计在外圈，喷口也是较大的。当然，定子冷却油环的设计也帮助到散热。这是 Lucy 端部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油冷的管道是紧贴着铜线的，喷油孔很小，但喷射的位置非常精准。这是电驱电路的结构，采用定子中部进油，这点跟 Model 3的原线方案非常类似。之前我在啃 Lucy Air 的油冷专利的时候，发现定子铁芯冲片有4种形态，
当时认为是几种备选的方案，但这次看到实物的拆解呢，恍然大悟啊！这4种不同形态的冲片分布在定子不同的部位，通过巧妙的排列，塑造了定子内部游道的不同大小的腔体，从而控制液体在定子内部流动的速度和涡流。腔体有大小，油在内部打转，更有利于散热。那出油口比较小呢，就有个加压的作用，也使得它射得非常带劲啊。但是掏空定子铁芯对电机的性能上是有影响的。Lucid Air 哪来的勇气呢？这就是 simulation。Lucid 将电机建模，在虚拟现实的情况下对电机的运作、磁场、散热等等进行测试。他们发现了定子中有一些区域是死角，而这些死角还没有人真正确定过。于是他们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些部位掏空，减轻模组的重量。后来恍然意识到，为什么不把这些空间利用起来，好好的优化一下温控呢？于是就有了定子内部密密麻麻的跟毛细血管一样的管线设计。还没完Lucid 还采用了独特的扁线绕组模式，使得线圈发热更一致，线头的数量也大大减少。这里插一句，这个线头的激光焊接做工是整个电机唯一让人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非常粗糙不过好像影响也不大。这是特斯拉的10层扁线的线头，对比一下数量和做工，工艺上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好吧，关于 Lucid 的电机今天就先讲这么多，但其实只是开了个头，但已经可以让大家大概了解 Lucid 的打法和设计思路。我现在直接把最震撼到我的设计干货拿出来作为一集跟大家分享，但实际 Lucid 真的是全身是宝，亮点太多了，细细讲10集都讲不完。如果按照 Sandy Moreau 的调性呢，应该外观来一期，定子结构来一期，油冷设计来一期，电机控制再来一期，差速器油冷再来一期。我还有很多的专利和拆车的资料无法一一展示，那如果你感兴趣，想听这部分更多的细节，留言告诉我感兴趣的部分，我来考虑针对反应比较热烈的部分做更新吧。相信通过以上的讲解，为大家打开了一个上帝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星球上最强的2台量产 EV 电机的取舍和设计思路。我们来简单做一下总结。首先，他们一致放弃了感应电机，采用 IPM SIM-RM 内部永磁同步磁阻电机。虽然都是 IPM SIM-RM， 也都做到了极致，真的是一次又一次挑战极限，是2台设计理念截然相反的电机。如果用2个词来形容我看到这2台电机时候的感受的话，特斯拉是简单粗暴，而 Lucid 是惊为天人。特斯拉骨子里流淌的是第一性原理，是不断的做减法，隔磁桥不好设计就直接取消，转子高转速膨胀不稳定就套碳纤维，所有功能组件都模块化，一切的设计为性能、效率和大规模量产服务。Plaid 电机几乎所有组件跟其他车型的电机是通用的，后部的双电机共用一套减速箱，所有零部件用料扎实，结构简单，好拆好修，皮实耐用。而 Lucid 采用的是左右2套对称设计的减速箱，可以说是2个方向上的极致。说个细节，就是之前 Model 3电机里边的分体磁钢都换成了整块的磁钢，那 Lucid 当然是做减法咯，不计成本，不断的挑战不可能，不断的做空间利用的最优化，可以说是工业设计的奇迹。无论是精细程度还是美观程度，绝对是一件艺术品。制造难度之大，就算有了图纸国内短时间也是很难造出来的。别的不说，就拿最简单的定子碟片的冲压工艺 0.17×1.5 的细长条，这就不是正常模具的冲压尺寸。国内的厂商光看到这个数据就蒙圈了，合格率和模具寿命都无法保证。那如果想了解 Lucid 的前世今生以及与特斯拉的爱恨情仇，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在我看来，特斯拉和 Lucid 像极了太极张三丰里边的君宝和天宝，兄弟反目，昔日同门，如今的最强对手。天宝事事争强，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为大反派，把君宝按在地板上摩擦。君宝苦苦修炼，最终悟道，借力用力打起太极，赢得胜利。我不知道 Peter Rawlinson 和朋友聊起自己一手打造的 Model S 时，
嘴角露出的微笑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他不后悔当初离开特斯拉的决定。在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重复地做着一件事情，就是忘记 Model S。 他一直要求团队确保不使用特斯拉的任何 IP， 以全新的眼光从头开始设计电动汽车，就像 Model S 从未存在过一样。他做到了。 10 years ago this very week, I was proudly showing an electric car that I had the privilege to engineer to excited customers. And we'd opened the factory at the company that I work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o invite in customers and journalists. 10 years ago, this very week, and that car was the Model S. So there's a great sense of déjà vu here. 8 years ago, I joined a little company called Ativa. It must have had 20 people. It had some battery technology, which is rudimentary, but we had big dreams and big hopes. And I joined with a crazy vision that we could take an electric car to a whole new level that no one had done before. And we raced this van that we called Edna, and we blew off some supercars with our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and we thought that was cool. And in 2016, I had the honor of unveiling the alpha prototype of the Lucid Air. And this embodied everything that I envisaged the next generation electric car could be. This crazy idea that we could make the car more compact on the outside and bigger and more luxurious on the inside. Never been done before. Surprisingly, no one had done this before. This is our miniaturized drive unit here, which is made in our powertrain factory. It literally fits inside a flight bag. It weighs 74 kilos, and it's up to 670 horsepower.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of an enabler that made this happen. And this is all developed in-house. You can't buy technology off the shelf like this. There's a reason, there's a cogent reason we do it in-house. It is available nowhere else on the planet. But the whole execution of this space concept and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and the risks involved are a little understood. Because really, if we'd had time, we'd have done a research project to create this and then design the car around it. But I didn't have the time, and hell, I didn't have the money. And we were running short on money. So we had to take faith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execute this,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make this work,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innov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designed a car around something we hadn't got, technology we hadn't developed. So in parallel, we designed this smaller car based upon the faith that we're going to get the miniaturization to work. And we achieved it and showed it to the world in the Lucid Air. 好吧，我从几个月前就开始搜集 Lucid Air 的资料，啃各种的专利。今天终于把这一集呈现在大家面前，很累啊，但真的很开心。相信我的努力，我的热爱，大家都能感受到。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好朋友调皮的 Gene X， 独家提供 Lucy 的拆车图片。他会写一些技术分析，质量很高，专业度很强，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另外，请把你此刻的心情留言告诉我，如果可以的话，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那我是你们的 Wayne， 今天就到这里，现在是凌晨5点，我好困，我要睡觉了，我们下次再见 ，Peace。